2019年，韩国爆出了一件 Burning Sun 事件，其中牵涉出了明星毒品和性犯罪的丑闻，震惊了韩国社会。而 BBC 最近公开这起案件的纪录片，让案件再度回到了公众的视野，更引发了不少讨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Burning Sun 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5年前的 Burning Sun 事件是一起由提供性招待、偷拍、散播性向，还有集体性侵组成的犯罪案件。令人惊讶的是，这起恶行的加害者呢，竟然是多位韩国的当红偶像。所以事件爆发之后，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今年那些涉案的偶像已经全部出狱，但前阵子 BBC Burning Sun 事件这支纪录片不止重新讨论这个事件也还原了当年记者吹哨调查的经过。很多观众看完之后，最惊讶的是，当年帮助记者突围的关键人物，竟然是已故的韩国女团成员具荷拉。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顺着这支纪录片，带大家重新看看 Burning Sun 事件调查经过，以及那些已经出狱的犯罪者们目前的境况。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出门旅游，你也有过想要拍照却又不好意思请人帮忙的时候吗？快来试试看欧美热销破1亿元的 Ringo 磁吸水壶吧。Ringo 磁吸水壶呢，是一款结合了手机支架跟水壶的多功能产品。不管是健身、旅游还是聚会，都能够靠它轻松的记录生活。它的支架除了可以随意的调整0到90度，还非常的稳固。就算水喝光了，手机还是能够稳稳的吸在水壶上面，不会倾倒。此外呢 ，Ringo 磁吸水壶采取了304不锈钢材质，无毒又健康。真空保温功能呢，还可以保冷24小时，保温12小时，让你一瓶用4季。目前则有限时限量的超早鸟优惠，只要68折。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把 Ringo 磁吸水壶带回家吧。Burning Sun 是首尔江南区的一家夜店，由韩国知名偶像团体 BigBang 的成员胜利投资经营。它从开幕之后就是江南地区最大最知名的夜店之一。不过2019年的1月 Burning Sun 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成为了之后一连串丑闻的开端。事发当天呢，有客人看见女生被性骚扰，想要出手阻止，不过夜店保全发现之后，不但没有帮忙，反而把他拖到了店外痛殴。后来到场关切的警察呢，还直接把这位客人当成闹事者带走。相关监视器画面曝光之后，引起了韩国社会哗然。后来呢，有人爆料 Burning Sun 里面不只有性骚扰事件，还有超多的非法行为，例如吸毒、贩毒、店员下药迷昏女客人等等。那虽然夜店官方否认但不久之后，某个色情网站上面突然流传一部在 Burning Sun 里面非法偷拍的影片，等于间接证实了这些传言。影片当中的女性受害者呢，表情呆滞一丝不挂，整个人看起来明显不对劲。因此警方开始介入调查， Burning Sun 也宣布暂时停止营业。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一位记者江金运随后发布了一篇报道，内容引用了匿名对话记录，显示投资人胜利涉嫌在夜店里面用性招待服务其他投资人。这个消息一出呢，瞬间引爆了韩国的社会舆论。那江记者是怎么样知道的呢？一切要从另外一个韩星郑俊英说起。韩星郑俊英呢，是一个摇滚乐团的主唱跟吉他手，在当时也是人气很高的偶像。不过2016年呢，他却突然被前女友指控非法偷拍2人的性爱影片。当时呢，郑俊英否认这个指控，还提供手机接受调查。但纪录片里面有说到，他同时还透过律师对鉴定手机的公司施压，暗示这起案件不用特别调查，也不需要恢复手机被删除的数据，只要简单处理就好。接下来呢，原本出面指控的前女友因为私人原因撤告，警方也以无嫌疑宣布结案。乍看之下呢，司法还他了一个清白，但郑俊英不知道的是，他手机里面的对话记录其实被备份了。虽然纪录片里面呢没有提到这个资料是谁备份，又是怎么样被外流的，但收到这份资料的江金允记者呢，透过了这份对话记录，发现了更多黑暗的秘密，也因此成为了本案的吹哨关键。江记者发现，通讯软体里面的群组对话记录当中，不只有郑俊英非法偷拍的证据，还发现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胜利，至少呢从2015年底开始就会安排性工作者招待投资客。另外群组里面呢，除了有郑俊英胜利，还有另外一位当红偶像崔中训，加上其他友人他们常常呢会在群组里面分享非法偷拍的性爱影片。影片当中受害的女子呢，多半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被偷拍，甚至呢还有人惨遭性侵。
例如有段对话记录呈现，在2016年的3月，郑俊英跟崔中训呢曾经对一名9岁的女性下手，两人在对方意识不清甚至撞伤头部的情况之下侵犯她。而且这群人除了交流影片，还会用轻浮的口气讨论事发经过。像郑俊英呢就说，刚刚那个事件呢是人生当中最有趣的夜晚。而除了这些恶行之外呢，江记者也发现，这群人之所以会这么的嚣张，有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其实和韩国的警方有着某种关系。江记者透过对话记录呢，发现群组里面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过韩国警方的特别协助。例如，2016年3月，崔中训酒驾被抓，但最后呢，他靠着跟某个警察的关系逃过了刑罚。此外呢，对话也显示胜利在首尔江南区投资的夜店也受到了一位警察总长的关照。以 Burning Sun 为例，有曾经在夜店工作过的人表示，相对于其他的夜店呢，当时警方很少去 Burning Sun 临检，但在这间夜店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举例来说呢 ，Burning Sun 的工作人员会偷偷的物色女客人，之后再透过禁药迷昏这些被选中的女生，最后再把她们送进 VIP 包厢。那送进 VIP 包厢里面做什么呢？答案是让里面的 VIP 客人想干嘛就干嘛。后来有受害者出面证实说，当时他只是喝了几杯酒就失去意识，醒来后呢，发现自己在陌生的饭店里面，随后就被陌生男子侵犯了。那话说回来，这位帮胜利瞧事情的警察总长到底是谁？一开始调查的江记者完全找不到线索，直到一通电话的出现。江记者表示，虽然他当时成功的搜集到了胜利、郑俊英还有崔中训的犯罪证据，但迟迟呢找不到警察总长的身份。直到某天知名韩国女团成员具荷拉突然打电话给他。根据纪录片的说法，早在江记者第一次报道 Burning Sun 事件之后，具荷拉就很想要联系他，因为具荷拉本人也曾经是偷拍事件的受害者，而且呢，他跟崔中训是多年的好友，也认识胜利跟郑俊英，还知道他们的手机里面确实有很多不正常的东西。所以呢，他决定站出来帮助记者调查。后来，具荷拉呢又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崔中训，说服崔中训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江记者。那在具荷拉的帮助之下呢，江记者终于知道了那位警察总长的真实身份，叫做尹奎根。而这个重磅新闻发布之后，震惊了全国，警方也立刻循线逮捕调查所有的涉案人员，包含了郑俊英崔中训、胜利等偶像都被判刑入狱。不过，关键人物之一的警司尹奎根呢，并没有入狱，而是被判罚了韩币2000万。前阵子 BBC 纪录片推出之后呢，很多人惊讶的发现，这个事件竟然已经5年了，而且那些服刑的加害者们也都早就纷纷出狱了。首先呢是崔中训他在2021年11月8日呢出狱之后生活低调。不过今年初有人发现崔中训悄悄的注册了日本粉丝平台，跟粉丝分享日常生活，疑似在准备复出。再来是胜利，2023年2月呢，胜利出狱之后持续了经商，所以看起来暂时没有回归演艺圈的计划，但他在世界各地遇到粉丝的时候，还是会亲切的合照。像是今年1月呢，胜利就曾经出现在台北的信义区。最后刑期最久的郑俊英呢，今年3月也刑满出狱。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刚出狱2个多月的郑俊英呢，在计划移民，也有意回归歌坛，想要担任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很多的韩国网友看到这些人出狱之后，生活还是过得很好，非常的生气。很多人痛批韩国司法不止呢让坏人吃香喝辣，怠忽职守的警察高官甚至根本不用被关，完全没有正义可言。不过很多的韩国网友呢也要求重启调查。不过在我们截稿之前，韩国官方目前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调查行动。在进入观点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黄标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哦。那话说回来，2021年胜利因为这起案件入狱时呢，我们就曾经讨论过事件。事隔多年BBC 纪录片提供的更多资讯又让我们觉得很难过。这位光鲜亮丽的偶像呢，他们不只犯下了让人发指的罪行过程当中轻蔑的态度更是让人不寒而栗。那因为他们拥有众多的粉丝，甚至还有警方的协助，所以自从记者吹哨之后呢，就被骚扰了好几年，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记者表示，自己之所以会这么坚持是因为呢自己也有过类似的受害经验。那看到这边，我们最难过，或者说最心疼的是，那些勇敢站出来的人，不只要背负过去伤痛的记忆，还要对抗外界的种种恶意。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亲身被偷拍过，可能真的很难体会那种恐惧跟痛苦。但我们觉得很难同理没有关系，至少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不要去成为那个加害者。比如2018年具荷拉被偷拍的事件闹上版面之后呢，很多人都在抢上车，想要找到影片，
这毫无疑问就是最糟糕的二次伤害。那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具赫拉过世的具体原因但我们确定的是，他生前勇敢站出来的行为，不只照出了社会的黑暗面，也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明面。只是这个代价似乎还是有点太大了。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说到这边。最后我们想来问的是，如果你身边有人是非法影像偷拍者，你会选择检举他吗？ A 会偷拍行为不可容忍，就算要大义灭亲我也会揭发他。 B 不会因为不确定检举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先假装不知道。 C 不太确定确实觉得这件事情很糟糕，但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比较好。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Burning Sun 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胜利丑闻以及创意私房为何禁不掉。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